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最近呢有两则新闻比较火啊，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府资助本国的产业从中国撤退，这个呢我在上期节目可能也给大家讲过。还有一个呢就是最新的这个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的一段采访。那日本的呢这个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新闻。那美国呢这个呢我把他的这个采访的截取了一个片段啊，大概50多秒，大家可以看一下。We want as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back home. So one way to do that is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Reform the tax code. 100%, Lou, immediate expensing. Plant, equipment, IP, structures, renovations. In effect, immediate 100% expensing would pay the moving costs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back home. Think of it. And that's one very constructive way. And while we're at it, let's help the companies that stayed here in America with immediate expensing also. To me, that's the best way out of this dilemma. Yeah, I think the idea of incentivizing the decoupling of those who've offshored production and their businesses to China in particular, that's a wonderful idea, Larry, and my compliments to you. 好了，看完这个片段，那我今天的节目呢就分3部分给大家讲一下。第一部分呢先讲讲2个数据啊，大家看了以后呢自然会有感受。那第二部分呢我就讲讲伊朗这面镜子啊，也就是1979年以前和1979年以后的情况。那第3部呢咱们再回到中国，讲一讲中国呢现在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好了，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部分啊，也就是2个数据。那第一个数据呢是加入 WTO 融入全球产业链，让中国赚了多少外汇储备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从1949年到2001年这5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1352亿美元。但是呢，加入 WTO 以后，也就是从2001年到2019年这入世的19年时间，中国的累计的贸易顺差呢是4.65万亿美元。那其中光2019年1年，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呢就有4217亿美元。那这个图片上显示的是人民币2.92万亿人民币啊，你如果换算成美金呢，就是4217亿美金。那这呢就是世界工厂的威力啊，一旦融入全球化，威力巨大。那一年赚的贸易顺差呢，比过去从1949到2001年这50年累积的赚的3倍都多。那这是第一个数据。那第二个数据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看一下这个图啊，这是世界的这个制造业产出全球分布的一个图。大家看这个图呢，中国的制造业产出非常大啊，这个4万亿美金是美国加德国加日本之和。那当然呢，这个4万亿美金的制造业产出呢有结构性问题啊，就是中低端的产出和无效的产出比较多啊，尤其是钢筋水泥这些，也就是围绕房地产和基建的这些产出啊，明显是有些过剩。那就算是考虑到这些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出呢依然巨大啊，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 WTO 以来积累的一个家底啊，这也是中国呢所谓楼市稳定和汇市稳定的根本啊，那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制造业的根基。好，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非洲它有13.8亿人的人口规模，但是它的制造业产出呢只有2%。然后你再看一下印度的人口，它有13亿的人口规模，但是只有4120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出，也就是只有中国的1/10。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包括最近就能知道很多的这个国家其实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垂涎已久。好，看了上面这2个数据呢，我们知道中国走到今天获得的成就，那这个成就在我看来呢，核心因素就是融入全球化就是对外开放，其次呢才是改革。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第2点也就是看一看伊朗这面镜子。那在20世纪70年代呢，仅有2000万人口的伊朗，它的 GDP 世界呢排名第9，人均收入呢在亚洲是第1。那我们当时人口有多少我们当时人口有9亿多GDP 排在全球的10名开外，那人均收入呢在全球是倒数的。伊朗呢那时候每年的石油外汇收入呢有200亿美金。那70年代的中国是多少呢？70年代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总共才1亿多美金。那这么对比以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70年代的人口70年代中国的人口体量的中国有9亿多人，但是还比不上只有2000万人口的这个伊朗。就是贫瘠的那个时代有多贫瘠，我估计是现在的中国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那大家看这两张图片，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当时的伊朗看上去还是挺发达的，对吧？那对比中国呢，当时好像是生活在这个原始社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伊朗在1979年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发生了什么。那了解历史的人知道在1979年之前呢，伊朗是亲欧亲美的政府也就是1979年呢伊朗爆发了这个伊斯兰大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那霍梅尼呢，当时是这个好像有个图片就是这个骑着月亮告诉伊朗人民国王非常腐败，里通外国，号召了人民走上街头去抗议。那霍梅尼呢也承诺给全国人民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伊斯兰世界。那在1979年11月4日呢，发生了著名的这个就是美国大使馆的使馆人员被劫持事件包括美国的学生烧美国的国旗劫持了美国66名的使馆人员作为人质。那有一部电影呢反映当时的美国使馆人员被扣事件的，叫《逃离德黑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2012年10月份上映的，最后还获得了这个8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还挺好看的建议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对，再回到这个说伊朗德黑兰事件以后呢，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伊朗人民呢，在美国的压力面前空前的一致对外团结高度拥护霍梅尼修改宪法，那成立了宗教高于一切的新政权。那到了2020年大家知道伊朗和美国整整对抗了40年伊朗呢终于成为中东地区产油国里最贫困的国家。它现在本国货币的这个伊朗里亚尔是6000里亚尔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伊朗呢有着世界1等1的这种油气资源、金矿、铜矿它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其实而且也有着中东最丰富的人才资源。但是这个国家呢至今一贫如洗。那德黑兰的大学呢，我之前看过有一些报道就是德黑兰的大学的双硕士毕业了以后毕业好几年以后他的工作呢就是在中餐馆教授波斯语。德黑兰北部的有一个叫 AVA 中心的这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呢，很多都是大学生。那他们的梦想呢就是逃到欧洲去当难民。那伊朗过去40年间呢，其实也有几次呢一直想试探着恢复和美国的关系总统呢鲁哈尼最近想以疫情为由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在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以后呢，他另一个主角哈梅内伊在3月22号发表这个电视讲话，表示说美国人想帮助伊朗但是被他拒绝了那强硬的反美立场呢，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好，这就是1979年前后的伊朗给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个对比非常鲜明1979年以前呢，伊朗还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也在逐步走入现代化的一个国家。那1979年以后呢，发生伊斯兰革命以后呢，整个伊朗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走到今天以后我们大家也知道伊朗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个严峻的形势。那这个呢，我想分2部分说一部分呢是说一说世界工厂面临的这种前有狼后有虎的急迫形势。那另一个呢，说一说就是国际关系上目前中国面临的2个非常危险的因素。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前有狼后有虎这个怎么讲前有狼后有虎，可以说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那后有追兵是什么意思呢？后有追兵呢，就是越南印度这些国家，它虎视眈眈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可以说是垂涎已久。那前有堵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随着这个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这种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正在逐渐成为可能。那这样呢，就给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回迁到发达国家成为可能。那这样呢，可以说中国就面临着2面夹击。那上面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大家也看到4万亿美元的这个制造业产出无论是平均年龄只有28岁人口有13亿的印度还是东南亚的这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都对整个这个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垂涎已久。那在这2年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最受益的就是越南和印度不少制造业，尤其是消费电子这个包括一些机电产品这种有附加值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呢，都开始了迁移大家要知道制造业呢它是集群形态的。如果一个龙头企业的迁徙你比如说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它会带走一大帮这个产业链上做配套的这种中小企业纵然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它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集群非常庞大也非常完整，但是你也吃架不住持续不断的这种产业的外迁。而且这种外迁和迁徙一旦形成一种势头甚至成为一种欧美的政治正确
啊。你比如说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2则新闻啊，日本和美国鼓励甚至补助欧美企业的回迁。那一旦这种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以后呢，它就会这个面临过了某个临界点以后，过了某个拐点以后就会浩浩荡荡，一发不可收拾。那这是呢想蚕食中国制造业的这个低劳动成本的这个年轻人口的这种国家，他们都是对中国制造业非常虎视眈眈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制造业往发达国家的这种回流很多人觉得发达国家的这个工人吃不了苦，对吧？之前还有一个片子讲这个曹德旺的这个福耀玻璃在美国开厂遇到了种种困难因为这个美国的工人要求工会有各种权利形成工会呢去对抗企业等等。那很多人觉得制造业根本不可能回迁到发达国家，那这种想法呢是极其危险的。那随着这些年呢，机器人包括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人工智能的这种助力，那越来越多的工厂呢已经趋向于一种无人工厂或者智能工厂，那根本就不需要多少工人。那只要有一些会控制自动化机器的工程师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工程师或者是 IT 的这些人员，就可以运作这种庞大产能的这种工厂。那在智能工厂方面，大家知道这个是德国和日本包括美国，他们是有非常强的实力他们是走在前边的。那好了，这是给大家讲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这种围追堵截的局面大家呢再结合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日本和美国鼓励在华企业回迁的这种激励政策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局势的急迫。中国呢目前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2但是人均的 GDP 呢只有美国的1/6。大家都听说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词指的就是人均 GDP 达到1万美金上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不进则退。很多的国家在遇到这个坎儿的时候都没有翻过去比如说拉丁美洲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能继续开放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尤其是发挥人的创新创造作用，迅速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也不年轻了它的平均年龄人口和美国的这个平均年龄是差不多的在38、9岁。那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呢，中国恐怕呢，就算是你想守住美国人均1/6的这个 GDP 的水平呢，可能都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不进则退，逆水行舟。那最后呢，再说一下国际关系上呢，中国面临的2个危险因素。那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网上喊打喊杀的声音太多了对西方的这个列强呢，可以说是无比气愤气愤于他们的这种隐弱嘲笑他们这种无知不懂得戴口罩弱爆了又骄傲于中国的这种强大管制能力。那这种情绪呢，在自媒体和官媒中呢，被选择性的放大对立的情绪从少数人开始变成大多数中西方呢，而且相互感染。从这种网络牢骚呢，逐渐有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这个倾向。那如果这样下去呢，跟西方尤其是跟发达国家那对抗呢，可能就会走向不可避免这是第一个危险的因素。第二个危险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二个危险的因素就是中国跟中国友好的一些很多国家，很多都是基于利益的考虑或者说是如何考虑增加自己和美国的谈判的筹码才跟你中国搞这种友好关系。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些所谓的铁兄弟、好哥们儿伊朗俄罗斯朝鲜这些国家都是在待价而沽他随时有可能选择放弃这个投奔那个。那古人云呢，以利相交，利尽则散。那这些铁哥们儿呢，恐怕如果在中国如果没了钱尤其是没了外汇储备以后呢，可能也会远离而去。好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分享了中国经济的2个数据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融入全球化、建立世界工厂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那第2部分呢，讲了伊朗的一些情况，是希望把伊朗呢作为一面镜子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第3部分呢，是谈到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所面临的前有狼后有虎的一个状态。很多国家可以说对瓜分中国制造业垂涎已久。那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就是罗马固然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毁掉罗马呢也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但历史的车轮一旦走过某一个临界点走过某一个拐点，便再无回头之日。希望呢中国经济不要走向孤立，而是更加开放公开、公正、透明的拥抱全球拥抱全球化。那这样呢，中国的未来才真正有希望。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欢迎支持、转发、订阅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